我已经侦查过了，教堂内没有任何活动信号，感染度也很低，只是……阿德琳姐姐，还有另一个我。先知大人，这是神启之子请下神迹的地方，请跟我们来吧。只要回到圣坛，就能得到神的庇护，我们接下来都不用再担心了。哼，圣坛。 宗教真是优秀的骗术，只需要几个雕像、一些故事，就把人骗去送死。就是因为这么容易受骗，你们才会被当成毫无价值的牺牲品，沦为实验的材料，已经算是在废物利用了。您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。让我看看你们说的神迹啊、奇迹啊、庇护啊，究竟是什么东西。 这是圣坛。是的，这里是被神祝福的地方。 所以才能让植物健康生长。放心吧，这里什么危险都没有。圣女大人还是很紧张的样子。指挥官阁下。 先继续调查吧。这不就是个温室吗？圣什么坛呢？你只是红潮说那是圣坛，我都算你用心眼了。您在说些什么啊？要不是有神庇佑，雪原上怎么可能生长植物？你们的神原来是供暖系统吗？怎么可能？ 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供暖系统早就停止运作了，动力燃炉瘫痪了，也没有能源。万幸的是，那时神启之子还在，他帮我们询问了神启，指引我们去很多地方寻找能源，修复供暖系统，这才创造了环境。哼，指引。 难道你们就从没觉得根本就没有神？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请不要侮辱神！如果没有神的庇佑，我们这些一无是处的人，怎么能让这么多植物生长结果？哼，原来如此！你们这群家伙根本就没有相信过自己啊！怎么不去找神启之子？应该还有一个叫格雷斯的活着吧？ 一个神启之子能指引的信徒数量有限，格雷斯大人虽然最受神的宠爱，他也无法再照顾更多的人了。哦，看来是格雷斯投奔遗忘者之后，人满为患了。我记得空中花园也有安排你们去其他难民据点吧？在那里留着不好吗？非要费这么大力气回到圣坛？那些据点。 没有容纳我的地方。这孩子险些被据点的人打死，我也一样。是的，在接受神的启发之前，我也曾是那些暴民中的一员。为了活下去，我什么都能做，他们也什么都能做。
自发组建的据点本就和保育区不一样，那里总是混乱不堪，想要自保就必须靠武力。这对成年人来说都很苛刻，更别说小月了。她只是一个被父母抛弃的孩子。是神启之子大人救了我们。没错，加入赤阴神启之后，神启之子与红潮向我们证明了死亡不是终点，我们不再害怕，也不再因为恐慌而发生冲突了。那位大人总是说，无论我们喜欢雪原上的现实，还是红潮中的往事，他都会借助神启来指引我们。于是我们就在这里住了下来。所以，您看，这座圣坛就是神启的证明。哦，看来是那个神启之子教了你们怎么修供暖系统，又教了你们怎么种菜，所以你们就在这里留下来了。其他人呢？他们都前往红潮往事了。哼，只剩下你们几个活下来了。神启之子呢？他也死了？不对，按照你们的说法，应该是前往红潮往事了吧？不，神启之子大人没有前往红潮往事。他为了保护我们，身受重伤，濒死之时却决意不肯回归红潮。那他去了哪儿？神启之子说，他这一生已经足够痛苦了，一点儿也不想借红潮延续自己的痛苦，然后就跳了进去。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说，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，不知道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，只能守着这里，打听其他神启之子的消息。后来，有个人说，只要通过神的试炼，就能让我们再次见到他。在跟着那个人离开之前，我们把圣坛委托给了一位据点的友人，作为交换，他这段时间可以采摘圣坛里的蔬菜。可他们做了那么多尝试，最终却说我们没法通过试炼。然后你们这群废物，就到了我这里。请不要侮辱我们，即使你是先知，也和我们一样没有通过试炼。没有通过试炼？送我们离开的人说，那位先知虽然能预知神启，却是一个和你们一样无法通过试炼的人。先知大人非常不愿意接受这件事，实话告诉他之后，他就和我们吵了起来。别把我和你们混为一谈！盖伊爷爷和他吵了很久，好不容易说服了他，他却突然哭了起来。我只是想再见到他一面，是不是我却走到了这一步？我们也是啊，我们也只是想再见到神启之子。是啊，我们根本就没什么不同，不相信自己，想要借助别人的力量。我甚至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的有多离谱。我本以为那只是一点点小的错误，可这些错和认知的偏差堆积在一起，早
就积攒到足以活埋自己的程度了。比安卡队长，你曾说不想放弃这些信徒，也会不想放弃我的时候。不，我已经越过了那条线，不在你的原谅范围里了。我到底有什么资格去嘲笑别人？还有机会，先知，现在我们团结在一起，一定还能找到神器。情况有变，比安卡申请了灰鸦小队的援助，我们派过去的人被干掉了。你丢失的终端给他帮了大忙。什么？你必须为自己的错误负责。我还是会诱导比安卡来这座教堂。你叫那些难民信徒去找他，他们身上有电磁脉冲环，我已经远程打开了倒计时启动。你想用他们的命来杀比安卡吗？废物本来就没有必要被珍惜，我们只是在废物利用。只要你完成了这个任务，我就让你去见升格者。上次和上上次还有上上上次，你也是这么说的。你只是在骗我，和骗他们一样，没什么区别。收起你的情绪，我只是其中一个对接人，也只是在按照要求办事。你对我发脾气，改变不了任何事。没错，你也是在按照要求办事，我也是，他们也是，我们都没有什么区别，最后都会被抛弃。我可没有你这么废物。是啊，在今天之前，我也这么想。切断通讯之后，他就丢掉了那个终端，叫我过去，说要解除我身上的试炼环。那时我才知道，那个环到底是什么。可是他才刚给我拆掉，头上就发出了“砰”的一声。他看起来好难过，好像浑身都很痛，却还是在叮嘱我们。来不及了，你们快逃！去找那位和这片雪原一样洁白的圣女，她正在赶过来的路上。她和我这种虚假的先知不一样，她一定能救你们。快逃！我就要变成感染体了，离我远一点！快逃！然后我们就遇见了你。盖伊的身体还算硬朗，他跑得最快，可还是……阿德琳姐姐，盖伊爷爷还能回来吗？圣女大人，我们接下来要怎么办？如果你们不想去难民据点，能收留你们的，就只有跟随遗忘者的格蕾丝了。可那位神启之子已经无法再接受更多人了。这件事就交给议会来决定吧。在具体的方案出来之前，你们能作为证人跟我们去空中花园的直属保育区吗？过去了，
会有危险吗？谢谢，指挥官阁下，我也会尽快完成排查，让清理部队恢复正常运转。麻烦您了。圣女大人在难过吗？侦查已经结束了，这里很安全，也和那个覆满积雪的教堂不一样。这样就好，不会让您受伤就好。对于已经发生的罪行，我从未怀疑过清理部队的处理方式，但我一直都不想等到这一切发生之后再去处理。就像他们曾经说的那样，我们没有那么多合理的帮助，能给每一个需要的人。您非常理性，对指挥官来说，这是优秀品质，也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的品质。强迫他人舍弃感情，变得理性，是不现实且残酷的事情。如果只是不断用刑罚来恐吓，走投无路的人还是会选择铤而走险。我想要寻找的，不是如何惩罚犯下错误的人，而是如何预防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更何况，瑞南已经付出了代价。还记得我说过的那个梦吗？那个梦的终点，就是在这里。您孤身一人来到这座教堂，没能察觉到被白雪掩埋、暂时停止活动的感染体，只看到了再次彷徨的我。梦中的一切都很模糊，唯独您的表情，我怎么都无法忘记。就这样，您给了我伤害您的机会。当灰鸦小队的其他人赶到这里的时候，在这里成为修女的时候，神父曾对我说，要理解心的脆弱，恶魔与神皆因此不灭。无论对错，无论法律如何规定，人类都无法避免被感情支配，也因此产生爱恨、伤害与保护。或许在将来的某一天，积雪彻底覆盖教堂的时候，我会再一次遇到背叛，在这里走向长眠吧。指挥官阁下，改变。是啊，这座教堂也在改变。指挥官阁下，可以把那些玫瑰戴在我的发饰上吗？我想记住今天的事，记住您的话，记住雪原也能让花盛开。
谢谢。好，这套涂装也不再只是走向雪原的梦了。就像艺术协会的人所说的那样，它变得更像是新娘的礼服了。以前的我从未想过，雪原上也能栽培出这么多植物，也从未如此渴望过以雪原为主题的涂装能坠饰上花朵。你来到我身边之前，我本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，梦的结局却被改变了。没错，即使要借助一个虚幻的信念才能相信自己，他们也还是做到了。最坚固的束缚，永远不是锁链或残酷的惩罚，而是温暖的家。升格者们深知这一点，一直在假意伸出援手来诱导背叛。我们不该去苛责他们内心不够坚定，就像您所说的那样，没有人应该习惯背叛与离别。这些离别与痛苦，无论在客观角度上看起来孰轻孰重，都会留下伤痕，刻下离别的前奏曲。只有足够温暖的家，才会让人想要留下。我们需要向他人倾诉，获得鼓励，互相填补痛苦造成的裂痕。为此，我想做出改变。这只是其中一步，还有很多想改变的地方。我需要列出详细计划，还要提交给议会审核。刚刚在溯源装置呈现的记忆中，也捕获到了其他叛逃者的声纹，还得知克西拉很有可能在升格者那里。凛冬计划和升格者依然有联系，这一点我倒是不太意外。每当抓住他们的把柄，他们都能想办法回避彻查，有时是替罪羊，有时则是一份足以将功抵过的成果。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些自作聪明的人，他们不该越过那条线。在这一点上，您也一样。灰鸦小队是大家眼中的英雄小队，拥有很多特权，即使有时不那么合规，也不会那么快被定罪。你也因此与升格者接触的最频繁，请一定不要被他们卷入其中。我当然相信你，或许是因为我无法想象用剑矢对准您的那一天，才会像这样反复提起。我愿意相信你，也请谅解我总是这样提醒。毕竟身为清理部队的队长，得到了这样的职位，终有一天。是的，所以我只能珍惜现在。好。百合花怎么会回答留在哪里更好？请不要为了安慰我而说谎。